外国美女高声呐喊，振臂欢呼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会让他如此兴奋不已？原来是因为邱建良一个不经意被重拳击倒了一次，小姑娘误认为邱建良败了，哥那手舞足蹈庆祝胜利。殊不知，接下来邱建良的表现会让他们外国观众惊叹不已。梁哥丝血反杀，成功进入格斗界殿堂，能在邱建良的比赛中占据微弱优势，已经算是人中龙凤，更别说是在比赛当中击倒读秒邱建良了。造就如此罕见一幕的泰国选手叫姜通猜，他在华没有任何一次败绩，并且还连续打败了12位中国选手，以一己之力创造了外国人在中国擂台的传奇。就连拥有金钟罩铁布衫的武僧义龙，都被姜通猜赤裸裸戏耍了好长一段时间，足以证明姜通猜已经达到了想赢比赛就赢比赛的高级境界。这一次邱建良算是遇到了个硬茬，不过此时的邱建良算是职业生涯的上升期，急需打败一位超高质量的对手来提升排名和知名度。至此双方大战一触即发，因为姜通猜超重的原因，在比赛开始之前被扣除了1分，其实姜通猜根本不在乎这1分，以他自身的综合实力完全不需要这1分来取胜。看来邱建良是遇到麻烦了，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邱建良的精彩表现。红色短裤是邱建良，花色短裤是姜通猜。姜通猜真的不可战胜了吗？这个不可否认，他真的很强，所获取的冠军奖项和冠军金腰带，足足可以挂满一整个客厅。形容他的实力或许已经不能够用强大2字来进行修饰。遇见邱建良，姜通猜也算是强者与强者惺惺相惜。让这个姜通猜的热刺移动，这拳好像应该是这个后手之前第2拳了。这个扫踢好奇怪，有点犹豫，还有制动吗？漂亮的追击低扫，这个叫做不是时间差，叫做空间差、位移差。姜通猜在中国擂台几乎已经打通关了，武僧义龙这位强者都败给了姜通猜。如此看来，姜通猜是真的达到了无可战胜的境界。在中国擂台打了这么多年的比赛，对中国选手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，甚至可以说是深入骨髓的研究，不然他也不会在中国擂台连续打败12位中国选手。之后姜通猜那个扫踢劲儿是往里走的，所以他是泰拳选手里面这个少有的这种拳法特别精湛的选手。但我觉得今天邱建良的整个的移动非常好，就是来回是横向移动。哦，漂亮！先是用一个转身扫踢开路，然后又是右手的平勾，是打到了对手的下巴上。姜通猜是属于一位隐秘性十足的选手，他下1秒所打出的进攻，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主攻在什么方向。然而邱建良一开始只能寻求沉稳，并不能主动出击暴露出太多的破绽。毕竟姜通猜这个家伙非常成熟老练，不寻找到合适的进攻机会，他坚决不会主动出击向邱建良发起猛烈进攻。一旦让他寻找到合适的进攻机会，那么等待邱建良的就只会是无穷无尽的攻击迎面而来。这个打法非常的夺目。回旋踢这种技法的话呢，它的杀伤力很大，但是它击中的其实这个几率啊不是特别的高，因为运动太大。对。但是如果被击中的话，因为它尤其是脚跟砸到你的这个下巴这里，几乎就是很难逃过 KO 被 KO 啊。比赛进行了2分钟左右，注意到今天比赛的一个特点，就是在第1回合里面邱建良打的。此时的邱建良是属于初代邱建良，自身的作战体系和战术打法并不是特别完善，实施出一波爆发之后，差点因为重心不稳而被姜通猜的重拳命中。与此同时，姜通猜的进攻势头依然非常凶猛，时时刻刻都在发起猛烈攻击，与邱建良展开猛烈且毫无争议的厮杀，非常具有侵略性。又是一个要注意啊，快如闪电的扫踢。对手这个反击这个扫踢非常的快，而且狠。10秒钟，第1回合结束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这还是邱建良第一次遇见如此强大的对手。姜通猜可是国际擂台鼎鼎大名的拳坛王者，曾被顶尖高手通缉，谁打败姜通猜将会获得高额奖金。即便如此，依然没有人能够快速打败姜通猜。仔细看，邱建良都连续失误了好几次，被姜通猜打趴了很多次。地上这一下摔倒呢，邱建良应该也是这个应该算是有效踢倒的。对，这个是扫倒的。漂亮的上头，这么短的距离是高扫上头。是。来看邱建良的右肋后。这场比赛算是邱建良职业生涯最经典的比赛，
很多拳迷粉丝并不太清楚江通猜的真正实力。他既然可以在中国擂台连续打败12位中国选手，那么他就可以在国际擂台连续打败22位选手。这不仅仅是实力之间的碰撞，更是泰国自由搏击和中国自由搏击之间的武术摩擦。邱建良也在尽全力适应比赛环境和比赛节奏。毕竟和江通猜这种高手打比赛，没有几位选手能做到冷静淡定和江通猜打比赛。江通猜的脸上有轻蔑的微笑。翻译过来是这不算什么，没关系。泰选手是一般的这个面部表情，这个都是挺丰富的。其实，在打比赛的时候，而且大多数表现年轻气盛的邱建良进攻攻势属于主动，然而沉稳老练的江通猜作战计划和战术打法属于稳定冷静。通俗来说，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。在邱建良没有露出破绽之前，江通猜坚决不会实施太多的有效且针对性进攻。持续的虚晃让邱建良压力倍增，但邱建良没有任何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与江通猜展开长时间的拉扯对峙。他还是比较放松，没办法了，做完也不是，不做完也不是。邱建良是非常敢做动作的，我觉得还是要多出拳。我觉得邱建良的机会可能在，甚至在中近距离。在众多泰国选手当中，江通猜和波球占据着相当高的地位与威望。尽管江通猜是第一批来华踢馆的泰国选手，但他在泰国的威望依然非常高涨，并不比来华踢馆之前少。把泰拳融会贯通的江通猜，无论是在中远距离还是在中近距离，都可以发挥出超高的技术标准和泰拳功底。老摔，10秒钟。一会儿回合间隙的时候会讲2个微妙的变化，这也是这个场地的话还是看之后有点滑。好，第2回合结束了。回合里面，建良如果想获胜的话，打败江通猜这种老的拳骨的话，个人认为只有扩大优势，就是青花处的那个曾经占过便宜的点，打脸。说白了就是打脸。如果能想办法创造组合拳的机会，多打几次脸。那么优势还江通猜就好像是一头只会进攻的猛兽，随时都可以向邱建良发起无法阻挡的进攻。然而邱建良看上去是在陆续退守，其实他在寻找合适的进攻机会。既然江通猜是属于主动进攻的一方，邱建良也没必要往刀尖上撞，只需保持冷静心态和稳定步伐与江通猜展开对峙，尽全力把比赛节奏掌控在手中。是冲着脸去的，但是要提高组合的数量。对。这个级别的选手，我觉得至少要把攻击点放在第3拳以后，前2拳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废的，但是前2拳又必不可少。对，像只要没有被击倒读秒，那么比赛局势必定是属于5-5开。邱建良的试探进攻被江通猜识破，最终被打趴了一次。裁判依旧是稳定发挥，判定这一次击倒为滑倒所致。江通猜和邱建良的比赛依然在继续进行。泰拳强者江通猜在擂台上把泰拳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。邱建良如不快速反复更改战术打法和作战计划，恐怕很难坚持到比赛最后。多打组合，还是有点犹豫。江通猜确实是不好打，他对中国选手啊也非常的了解。还有要变化，对于建良来讲，有效的进攻手段啊，这是哈倒的。对，这个地的话确实是很滑。江通猜的各项指标都非常恐怖。面对在中国擂台数一数二的搏击顶尖高手邱建良，他依然可以持续保持高强度进攻，给足邱建良压制力。与此同时，邱建良也在不断破解江通猜所给予的压制力，尽全力把进攻打在江通猜身上。时间越紧迫，邱建良的进攻越猛烈，留给邱建良发起猛攻的时间不多了。所以说这场比赛江通猜被扣1分啊，是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最后要去对着这个结果，因为双方很可能非常大可能分不出这种 KO 和 TKO 这种。
台下的观众席可谓是座无空席。第3回合的比赛时间也接近了尾声，邱建良也逐渐从被动进攻转向了主动进攻，试图拼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找回在此之前被江通猜被打趴下所丢失的尊严。平局，加赛一局。躲机会打出 KO 或者 TKO。对，这个打法是对的。自己主动。不动他也觉得在开心。耐力非常对。加上他第4回合开始了，在第3回合的最后时间，邱建良用尽身上所有的力气发起了一波总攻，就是因为那一次仅有10秒钟的进攻，让邱建良成功进入到了加时赛，从中邱建良也尝到了甜头，于是便在第4回合向江通猜发起了猛烈攻击。被读秒一次的江通猜非常不甘心，甚至心里还有一点瞧不起邱建良。消耗去打用了最后的一个正面表现，不要吸氧，要给大脑供氧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这个场地确实有问题啊！这汗水太多了，对，已经打了10几场比赛了。不要着急，邱建良不要着急，要找准落点，他有点太急了。对，也是确实大幅消耗。有的时候这个材料的这个浓度啊，它沾上汗水之后会非常的滑。对，邱建良能和江通猜进入到加时赛，这件事情纯属是意外。在此之前，江通猜还因为超重扣除了1分，导致第3回合结束的时候，裁判对2位的表现都非常满意，所以比赛悄无声息来到了第4回合。拥有一股无名拼劲的邱建良，在进入到第4回合的那一刻，已经把所有的身价都压在了猛烈进攻上面，要么大获全胜创造历史，要么被 KO 遗言离场。对，但是邱建良其实体能下降也非常的快，所以非常的大，所以不能乱。要小心，防守到位。对，这个时候对头部的保护，手要架高，再累也要保护好。关键赛应该恢复差不多了啊。可惜。这一下高潮非常危险。邱建良的状态下降速度非常快，恢复的速度根本跟不上消耗的速度。看到机会的江通猜一刻都没有犹豫，果断组织有效进攻向邱建良走去。大比分优势紧紧握在手中的邱建良，他只要不被江通猜 KO 掉，但凡坚持到比赛结束，那么比赛胜利必然是属于邱建良。手已经被强制读秒1次。咬着牙打出这么迅捷的进攻，职业选手啊，高水平的职业选手。这个江中才从被这个打晃悠到恢复到现在。此时的邱建良把坦克这个绰号体现得淋漓尽致，攻防兼备的同时，还可以随时接住江通猜所发起的任何一次进攻。比赛快结束了，邱建良也在消耗最后一丝体能与江通猜对抗到底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是一场苦战，两个人的话拼得非常的激烈，应该已经到一个体能的极限了。对，这是这个回合的精彩的回放。就这一下啊，吸击，在最后分开的时候，一个顶吸打到了下巴上面，晃动了，当时就晃了。我们看一下啊，最终邱建良获得了比赛胜利。不得不说，这场比赛的胜利来之不易。邱建良耗尽了所有体能和运气，这才勉强获得了胜利，终结了江通猜的在华无败绩和他那引以为傲的12连胜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邱建良打几分？